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瞬间仿佛一时激起千层浪，决定了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的未来走向。1923年，在德国悠长而复杂的历史篇章中，发生了一次由阿道夫·希特勒和埃里希·鲁登道夫领导的尝试性政变。这场被称作啤酒馆政变 （Beer Hall Putsch） 的事件，虽然失败了，但其后果却影响深远。这不仅是对魏玛共和国 （Weimar Republic） 的一次冲击，更是对未来世界秩序的不经意铺垫。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场政变，也许世界的历史会完全不同。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里，希特勒和他的支持者们制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目标是摧毁当时的德国政府，并建立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权。尽管这次政变的策划和实施看似草率，甚至带有一点可笑，但它却是希特勒崛起的起点。他和他的纳粹党因此成为了全球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政治力量之一。政变的策划者和参与者肯定没有预见到他们行动的长远影响。啤酒馆里的集会最初可能只是充斥着愤怒的呐喊和醉酒的嘈杂，但很快这些声音凝结成了一个非法的、激进的政治行动，一个旨在颠覆已经摇摇欲坠的魏玛共和国的政变。在那个充满经济困难和政治动荡的年代，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们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不满情绪，承诺给予一个更强大、更繁荣的德国。他们的行动迅速升级，政变参与者试图控制关键的政府建筑，声援者在街头集会，而在政变中的暴力冲突和战斗最终导致了几人的死亡，包括几名政变者和警察。此次行动虽然失败，希特勒被捕，但在接下来的审判中，他利用了自己的演讲才能，将法庭变成了宣传自己和其政治理念的舞台。这场审判和随后的狱中岁月为他的政治生涯铺平了道路，他的言论和书写赢得了更多的追随者和同情者。这个故事的开始充满了戏剧性和转折，而我们如今回顾这段历史，更多的是对那个时代混乱背景下一个极权主义者如何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和政府的脆弱，为自己铺设通往权力之路的深刻理解。啤酒馆政变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预示着德国即将迎来的狂热和灾难。它像是一颗定时炸弹，在合适的时刻爆发，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接下来，我们将细致探索啤酒馆政变背后的深层动因，以及它如何开启了一个全新但是极为黑暗的时代章节。我们会进一步分析这场政变对于希特勒个人政治生涯的影响，以及它对整个纳粹运动的加速作用。同时，我们还将展望，在这场政变失败后，德国和世界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那个无人能够预见的悲惨的结局。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在啤酒馆政变的废墟之上，希特勒并未沉沦，反而像凤凰涅槃般重生。尽管政变失败了，但他为希特勒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舞台。在随后的审判中，希特勒的雄辩让他赢得了大众的关注。即使被判处监禁，这段时间也成为他思想凝练和政治理念成熟的关键期。监狱中，希特勒撰写了《我的奋斗》Mein Kampf 这本书，后来成为纳粹意识形态的圣经。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当时的预期，成为日后纳粹党洗脑德国民众、推行其极端主义政策的工具。政变虽然是一个公开的失败，但它却暴露了魏玛共和国政府的脆弱。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合约条款《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 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赔偿负担，这些负担压垮了国家的经济，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在这样的环境下，希特勒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他的承诺听起来对绝望的民众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希望。希特勒煽动的民族主义和对未来的美好承诺，在人心中埋下了复仇和重建的种子。政变的教训使希特勒认识到了武力夺权的局限性，他开始转向更为合法的手段来获得权力。他精心组织和改造了纳粹党，从一个边缘的极端组织转变为一个看似合法、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希特勒和纳粹党利用民主制度的弱点，
通过选举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他们的宣传策略极具迷惑性，能够吸引不同阶层的选民，这是希特勒政治上的一个巨大胜利。同时，纳粹党内的暴力机关党卫队 SS 和突击队 SA 逐渐壮大，他们成为了希特勒手中镇压反对声音和实施其政策的有力工具。纳粹党的兴起也与德国国内其他保守势力的默契有关，这些传统势力认为可以利用希特勒为自己服务，结果却是在无意中帮助了一个独裁者上台。此时，德国社会的分裂和撕裂越来越明显。希特勒利用这种分化，承诺给予那些受经济危机影响最深的人民团结和繁荣。他的政治策略是深刻而有效的，他能够触动那些被忽视的民众的心弦，利用他们的恐惧和愤怒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啤酒馆政变不成功，但他的影响在希特勒的手中变成了一种强大的动力。这一切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个国家在何种情况下会让一个极端主义者上台？民主和法治在何种情况下会变得如此脆弱？历史给了我们答案，那就是在人民处于绝望时，他们可能会追随那些提供简单答案的领袖，即使这些答案是建立在偏执和仇恨之上的。啤酒馆政变虽然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行动，但他的精神却在德国社会的深处生根发芽，最终推动了希特勒走向权力的巅峰。随着时间的推移，希特勒的权力在德国境内日益增强，纳粹的意识形态也愈发根深蒂固。国内的政治对手被一一清除，纳粹党的声音成为唯一的声音，它响彻于广播、报纸、集会和学校，无所不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不仅影响成年人，也对年轻一代进行了深刻的洗脑。希特勒青年团 Hitler Youth 和联盟女青年 League of German Girls 等组织的建立，更是将这种洗脑工作推向了顶峰。孩子们被培养成盲目崇拜希特勒的小小战士。经济上，纳粹政府通过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项目，如建设高速公路 Autobahns 和扩军等，刺激了德国经济的增长。在短期内，这些措施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加深了民众对纳粹政权的支持。然而，这些看似经济复兴的措施，实际上是以巨大的代价为代价的，那就是武器化的国家经济和不断扩张的军事力量。这两者正是日后导致全球灾难的根本原因。外交上，希特勒展现了他卓越的策略和狡猾。他先是通过各种手段将德国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中解脱出来，然后又在国际舞台上屡屡获得胜利，不断扩张德国的疆域。这些都让德国人民对他充满了盲目的信任和崇拜。希特勒精心策划的每一步都似乎是为了恢复德国的荣耀，但实际上这些步骤是在为战争铺平道路。啤酒馆政变的失败反而成就了希特勒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他没有因此沉沦，反而抓住了时代赋予的机遇。通过合法的政治手段，希特勒最终获得了几乎无限的权力。这种权力的膨胀不仅仅是德国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更是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希特勒的崛起和他的政策，导致了二战的爆发和随之而来的数百万人的死亡。这一段历史是对人类自身极度黑暗面的反应，也是对国际政治和人性的深刻考验。如今，当我们回顾啤酒馆政变这一历史事件时，我们不仅仅是在回顾一个失败的政治行动，更是在反思一个怎样的历史教训。它提醒我们，民主和自由不是理所当然的，他们需要每一个时代的人们去维护和捍卫。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过去的影子却不曾远去，它时刻警醒着我们。当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或一个小集团手中，当民众的痛苦和绝望被用来作为政治工具，当国家的政治走向极端化，那么灾难就可能在不经意间发生。最终，啤酒馆政变虽然是希特勒权力路上的一个小插曲，却开启了一个国家和世界历史的噩梦篇章。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回忆，它也是未来的教诲。